F-16战斗机即将入场，意味着西方力助乌克兰夺取制空权，俄罗斯空天军将面临考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彦少。现在的乌克兰战场，俄罗斯军队最大的优势仍然来自于空天军以及它所带来的远程火力打击优势。随着爱国者、NASAMS 等西方现代化防空系统的入场，俄罗斯军队自由轰炸乌克兰纵深目标的能力正在遭受挑战。过去我们就说过，俄罗斯空天军并未能完全获得乌克兰战场上的制空权。北约国家着重帮助乌克兰建立以地制空的作战能力，这只是其第一步。现在需要关注的是西方先进战机何时能够入场，那就是美国研制战机与俄罗斯空天军的战机实施空战的时代很快就会到来。据 CNN 报道，由于受到国会和盟友的施压，拜登政府即将允许欧洲国家向乌克兰出口 F-16战斗机，而英国和荷兰等国已经开始培训乌克兰的 F-16战斗机飞行员。有人会问，乌克兰能买得起 F-16战机吗？当然买得起，因为这些国家可以以$1的象征性的价格出口。美国官员告诉 CNN， 如果盟国决定向乌克兰出口 F-16战机，这个课题将会于今年7月在立陶宛举行的下一次北约首脑峰会上提出来供讨论，而拜登政府也准备批准这个计划，所以 F-16战斗机进入乌克兰已成定局。现在最关键的是飞行员的培训工作。拜登在广岛7国集团峰会上做出承诺，美国将支援盟友对乌克兰飞行员进行培训。现在的问题是，一旦 F-16战斗机进入乌克兰战场，会对战局产生什么影响呢？首先，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西方库存的 F-16有几千架，援助的数量会很多。F-16可以挂载西方制造的各种各样的先进空对地打击弹药，帮助乌克兰发起反攻，包括捷达姆炸弹、哈姆反辐射导弹、风暴阴影隐身巡航导弹等等，都可以直接挂在 F-16战机上。其次，西方有可能给 F-16换装有源相对雷达和 AIM-120D 空导弹，把夺取乌克兰战场上的制空权当成其目标。有人可能会想，就算西方援助的 F-16也会是很落后的型号，但是从乌克兰出现爱国者3地空导弹武器系统的情况就能看出来， F-16配备什么样的电子设备和导弹武器取决于战争需要，而不仅仅是为了去库存。而如果西方把帮助乌军夺取制空权当成战略目标，那么就会给 F-16配备更加先进的雷达和导弹，使之具备以苏35一战的能力。所以以后我们还真的有可能看到西方的第3代战斗机与俄军的第3代战斗机展开空中格斗的画面。最后，西方有可能直接提供志愿者飞行员，类似于美国在帮助中国抗战时成立的飞虎队。可能有人会认为，乌克兰飞行员飞惯了米格29和苏27，适应 F-16的侧杆操作会很难。没关系，西方飞行员有可能以雇佣军或者志愿者的方式直接驾驶 F-16战机帮助乌军作战。只要 F-16不进入俄罗斯地面部队控制的区域，那么这种研究样式风险并不大。在历史上，美国人曾经使用过这种模式帮助中国抗日，飞虎队就被证明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总体而言，西方军援乌克兰还会慢慢升级，而他们追求的目标就是在战场上击败俄罗斯军队。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F-16战机一定会给，而且呢会为 F-16配上先进的雷达和导弹，甚至还有可能提供飞行员。俄罗斯未来不得不更多地面对与乌军空战的局面，这对军迷而言是一个视觉盛宴。但是面对未来战场局势的演变，俄罗斯空天军可能就没有那么轻松了。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